那这样在中轴位置上面，流浪有2个英雄可以带节奏，海月和不知侯。就看一下这一局整体的 BP 思路了。蓝色方是重庆狼队，红色方是 KSG。快手还是选择了红色方，那这样他就要搬一些双方公共的强势辅助了，共有的。苏烈被搬，快手先搬一手盾山，那鲁班大师空空儿，狼队如果不搬其一的话，这把就要放出来，他还是把鲁班的搬了。 真的是尽量在限制这种强势辅助、开团辅助的出现。没错，就是不让你拿能够开团的。狼队这几局都是如此，他在蓝色方他也会有意的控制这种英雄的出现。对，就是为了限制医生整体的一个进攻性。流浪什么星用过了？看一下狼队要抢什么了。习惯就好。少思源再抢一个辅助哎，你的张良也用了，苏烈也没了。 而且他还有大司命可以搭一套体系，但是快手这边的一个阿古多也用掉了。对，所以快手不敢抢这个大司命。对，他这个少思源一拿，医生的对位辅助，要么是他熟悉的东皇这种，对，要么就是以前的理解啊，打少思源这个英雄的话，桑启墨子，但这些英雄并不常见。先出的是双边夏洛特和敖影，就是他们2个目前胜率100%的英雄。 一个6战6胜，一个4战4胜。狼队是拿了仓，没人能在喵的暴躁加史摩西并没有出大司命。史摩西的话，如果要去对位打，感觉3楼位置流浪这边可以出一手火舞。是的，现在就需要流浪的火舞。对，说白了，现在这个局面你得自信，得有人出来找节奏。狼队又是把上野英雄留到了4、5楼。来吧，直接海月，海月打少思源这种英雄的话，有机会把他拉进，但也容易被秀。反正海月可以盯一个切入点了，这样让婉婉的阿古朵被搬的情况之下，婉婉的。 这种谭野选择不太多了，因为谭野也太笨重了，经常会被海月直接控到幻境里。狼队自己把大司命搬了，原谭也没了。张飞，狼对面做拆火这套确实还是不错的，加上也能够抵消一下沈梦溪的得抵消一下沈梦溪的消耗。 白起再搬，真是稳定吃一个班位啊！那这样狼队教练还是挺舒服的。对，就现在有2个英雄，一个是白起，一个是老夫子。在你对抗出到一些英雄的时候，你实在是不得不去办他。没错。对。那这把婉婉依旧有哪吒，不过打熬夜效果应该不会特别好。想听天籁之歌吗？朵莉亚双大熬夜，还是说待会儿给杨戬？ 双大杨戬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，他留了一个伏笔，还有双大夏侯的可能性。对，因为句号这里必须要拿一个能支撑正面强度的英雄，大概率是个前排了。就是杨戬，目前来看还不错，因为有海月帮他去固定战场，杨戬就不怕打不到人了。没错，狼队是把夏侯惇拿过来了，也是有点以选代班的意思。哇，这个赛季夏侯惇前面有用过一次双前排啊，很扎实。 就是哪怕你出一个双大的杨戬，我的前排质量也足够跟你去做一个对抗。双前排阵容来应对海月还是比较合理的。一个前排被拉进去，还有另外一个前排能站正面。那这个杨戬还要不要？他除了杨戬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出的了，其实。执行人间的戬能带的不多了。但这把其实双大杨戬的话，对面是有对抗，互相打对抗的强度的。 夏侯惇没那么怕杨戬，是的，加上他们还有少思源在，本身的一个野辅的对抗上面都是差不多的。而且除了杨戬以外，前期的伤害，快手这边也不是很足。杨戬是他们前期最强的战斗力。
所以这一局其实快手他压力比较大的是野辅，他需要中野辅去支撑双边发育，其实和上一局的思路是稍微有一些相似的。但在整体中野辅的对抗上面的话，狼队这套阵容依旧也是保持着高对抗性，非常强势。对的，加上他对抗路这条线又是一手狂铁，整体狼队其实是可以考虑围绕上半图去起一些节奏的，下半图大概率就是一个互相自己玩了。对，跟上把一样，对，又是苍打而已。但视野点上其实会成为快手需要担心的一件事情，他们必须要出优，尤其杨戬这个点有一定的经济优势，才能比较好去站住视野，不然的话，狼队这把其实河道会更好的去控，因为朵利亚是没有什么踩视野能力的。对的，这把感觉杨戬不仅要承伤，还要打一定的伤害，他前期才撑得住。要看一下句号自己的选择了，可能是个红刀偏，在后边补坦度了。加快自己的刷野速度的同时，补了伤害。是的，然后同时也给流浪拿到了一手海月，来看一下他在整个节奏的带动性上，因为他相当于是这一局队伍的开团点。但讲道理，这把海月即便到4级了之后，我也想不出什么他能快速破局的点，他只能尝试在龙团那波去做一些文章。正常节奏的话，去边路抓狂铁不好抓，抓仓的话也很难抓得到。来看一下双方的第3小局，目前是狼队的赛点，这也是狼队来到了第2轮 S 组之后的首场比赛。而快手，他们在此前是保持着3大场的连胜，但是今天碰到狼队的时候，前面的小局连胜已经被中断掉了。他们能不能够利用这套阵容，快速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？因为这一把依旧是面临到了前期对抗性比较强的2套阵容的博弈。进入到双方的第3小局，蓝色方重庆狼队，红色方 KSG。我是解说一雪，我是解说潇洒。全军出击！第一波的话是夏侯暴中帮忙沈梦溪压了一波线权，下路2对抗上面拿到了优势，可以拿这个红隼。沈梦溪刚刚给了一个往下靠的动作，但沈梦溪实际上是一个半靠，是的，走到河道一半的位置又回去了，帮上路。这样双方的中单都是帮对抗路拿自家的野怪。这空间之灵。沈梦溪是准备帮忙清完这波线，控完空间之灵再回去。那这样前期的资源点上，狼队是4个，快手是2个。但也和阵容的结构有关，狼队这套阵容在前期的对抗上面本身也会更强一些。是的，但杨戬这个走位市场金也需要。有想法，但他没有惩的。反个小的，但可能被打状态，还好。磨一下。这样双方的野区。刷新时间差在第1轮就错开蛮多的，没错。给到的是子焕沈梦溪的第一视角。子焕的沈梦溪5战5胜，而且他这个单英雄的 KDA 46没死过，7-0-39的整体战损比啊，更夸张。主要是他的平均每波团战伤害有11000，在沈梦溪单英雄排第2，差点赶上刀仔孙二香了。就这种大家现在在春季赛有记忆点的英雄，一定是都有非常高的 KDA 的。是的。流浪动手了，对，拉了可以把人带进去。要看外面。那这波朵利亚没4级，杨戬只有1个大。是的，而且夏侯惇卡住了这个位置啊，先存了一下自己的一技能，接2段过来给控制，甚至回头直接打了上去。这波动手，没想到阵亡的是自家打野啊，自家的红区刷了。
夏侯惇是直接进去了，因为这个点没有双大的杨戬。是。再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想要去卡一下夏侯惇，拖延一些时间，但是青青这边支援过来了，而且呢直接敲起来。侧面的话，无言是在中左的位置杀掉了想要去卡他位置的少司源，把残野少司源给收了，也算是止损了。但夏洛特也因此交出了闪现。但整体节奏上面，狼队是已经开了。刚刚那波流浪的海月，他选择动那个3级的少司源，也是觉得自己队友靠过来能杀。 但他低估了夏侯惇在这个阶段的战斗力以及沈梦溪的战斗力。对，那个伤害打的杨戬真的顶不住，而且像我们刚刚说了嘛，巨浩这把承担的输出跟承伤两端的压力，他第一件先做的红刀坦度也不高，这个时间点动手有点扛不住。对，刚刚夏洛特一波止损，这主要是他外面是一个赌利亚加杨戬去碰对面的沈梦溪加上夏侯惇，其实真的有点碰不过。对。 杨戬还没坦度呢，这个节点。杨戬的被动被打出来了，马上要打4分钟龙团了。这波加杨戬的被动是刚掉了，虽然说有双大，但是他还要小心一些控制。然后海月是有大招的，等于这波团海月只要把夏侯惇拉进去，这条龙大概率就是快手。 能拿，但流浪没大招，不知道会不会被夏侯惇大招给拉脱，就是他开大的时候。现在第一时间也不太敢啦，不动龙的话，他们是不太好把这个战场固定下来的。杨戬的走位应该是放了，对。但这个位置狂铁要敲了，直接打到了海月要被秒吗？闪现躲了一下，沈梦溪这边大招盖过去也追不上了。少司源还交了个大闪去追击，差点出事啊！医生这边朵利亚及时给了一口治疗。 其实因为杨戬已经走了，放开了野区的口子之后，那种没有视野的草丛，就像上一把巨浩的那个宫本蹲到孙二香一样，它是有个视野差的。刚刚金星的狂铁也是如此，突然间的进草，突然间的出现，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还好流浪那波闪现是及时好了，就是他们的支援是非常频繁的，就是狼队这边的话，说放的话就得果断一点，就不能再看了。对。 就当前阶段，对于快手来说，还是先以稳发育为主，尽可能的去减少真正意义上面要打起来那种团。先等杨戬，对，先发育一下。杨戬第一件是暗影战斧，圣华，这个应该是不敢移过去的，只是看一眼。这样打野对位差又拉开了，打野的对位经济差了500块左右。然后夏侯惇第一件红莲斗篷，这对于杨戬来讲，一个对面沈梦溪梦魇，夏侯惇红莲，太限制他了。还有就是高经济的夏侯惇，你会发现中期往往能站很久时间，快手没有爆发伤害的，快手打不动这个夏侯惇在中期，所以杨戬在出一定的输出装。是的。海月蹲到了一个，要拉吗？直接拉少司源，在自己家的野区。 但是战场被固定下来了，夏侯惇已经在外面等着了，在里面看能不能杀。已经打残了，是一个丝血，外面的话夏侯惇已经卡住了位置，杨戬这边咬进来，小雨这边跟上伤害，先把这个少司源给带走了。看一下夏侯惇稍微自己有点脱节，一技当中拍起来，把这个血抬上来。沈梦溪在后面扑了伤害，把海月给留下。看一下杨戬都走回来了，咬回去，反而是被夏侯惇这当中拍了起来，怎么拿到2连？这波2直接再一踩，找到了朵利亚，朵利亚也没。 1换3的团战，然后旁边夏特跟狂铁打了半天，谁也打不死谁。这波架打的虽然是海月，哦呦，闪现躲沈梦溪的大招。这波子焕打得很好，他这个沈梦溪打得也很好，输出拉满。对的，很赚啊！对于狼队来说，他相当于只有一个中野扛住了对面4个人。是的。 因为海月一死，少了个梦魇效果，就只能靠杨戬了。杨戬现在有点站不住，他把输出拉满了，也只能把夏侯惇打到残血。敖乙现在没有收割能力，不致死。看一下，这幻境里边一出来，少司源虽然死了，但是这个残血夏侯惇就是不倒。然后海月死了，夏侯惇这个时候有被动，杨戬选择了狗回来，我是没想到的。 就直接被夏侯惇大招锁住拍起来，然后沈梦溪这波也是伤害全部拉满。 知道夏洛特是没有闪现的，所以上半图狼队可以压得凶一点。目前的经济前4全部都是狼队的选手，这对于一套相对比较吃发育的阵容来说，对于快手来说是不太有利的。关键是你又让狼队拿到优势了。
自己又逆风了，自己逆风之后很难打。主要是他们这种逆风了以后，发育周期会被拉的无限久，就中期这杨戬要死了，有点吃不不敢往前住神魔系的消耗。现在他这个坦度都不足以支撑朵莉亚给他刷第2个大，放完了。没错。就现在在中期的话，狼队这边的中野是可以把视野卡得很深的，夏侯惇基本上是一个无敌的状态。夏侯惇在这个阶段太难死了，海月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压掉夏侯惇血量的英雄，他只是说能用幻境去困住夏侯惇一段时间。但现在海月他的目标几波都是盯准了少思源。杨戬走过去，哎，这波是拉了夏侯惇。看一下夏洛特是想打一个绕后的夹击位，这波大神吸飞了3个人，给了一波不错的控制。但是队友狂铁地神过来接了一下，还是要看能卡住位置。后方的一个夏侯惇，当时直接锁到了敖影交出了一手大招，赶紧往后撤。夏侯惇夏洛特再来，出还是让夏侯惇还在扛，还有被动，他这个血越打越多。没招，这夏侯惇经济太高了，现在确实是只能起到困住他，对他形成不了致命威胁。狂铁也是6000经济啊，然后倒在这边的苍也是6200的经济，其实现在对位都是领先的。主要是狼队的2000牌经济太高了。快手这个阵容本就在这个阶段缺伤害，小雨的敖影都做的是暴击流，是的，他都不敢做冰霜巨龙了。看一下婉婉这一局的热点图，横行霸道，还是因为第一波的碰撞，在中轴拿到了优势，又反了个对面的 buff。现在就一直在进攻杨戬的野区。没错。快手现在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，他不太能够找到主节奏，因为现在正面的对抗打不了，他们只能先带线去做牵制。双边都需要钱。婉婉的成长占比高达40.1%，击杀参与率100%。这波敖影没有大招，夏侯惇来了，大招先规避了一下小紫薇走，那这个时候他有大招了，吃消耗也不怕。死不掉。10分钟，快手想换龙，但是苍跟邵思源看到了，而且还把杨戬的被动给触发掉了。看到敖影是点了开始撤退的，因为他自己没有什么状态。狼队不打暗影暴君，直接过来啊！没错，就是要给你截下。苍先过去一击跳射，摸一下状态。敖影那边的话是在下路了，上边快手是打不了了。杨戬没被动啊，这波团感觉快手接不了，视野直接被狼队硬生生踩回来了。狼队可以直接拿暗影主宰了。对的。不过敖影已经在打暗影暴君了，让打野赶紧过来。想打思维差，但是感觉夏侯惇又往暗影暴君去了，他你去哪了，我去哪，我就不让你换龙。没错。然后那边夏洛特又在打暗影主宰，但是狂点也去看了，这是左右开弓啊。就一直在拉扯，目的都是快手这边想置换资源，狼队不想让对面去换。对，那这波狂点要连着海月打的话，海月如果交大就危险了。海月不能交大，那看正面的龙的话，狼队要拿掉了，换不了，真不给你机会。其实快手一直想要去做这种资源的置换，但是都被狼队堵住了，相当于。太清楚这个阶段快手能干什么了，对，你只能干这一件事儿。是的，其他的要么就是双边去带线发育，敖影有大的时候就无限带边线，对，用自己的这个大招去拖自己的发育。接下来狼队吃完自家野区之后，又要进攻快手的红区了，顺便把上路一塔给拔了。这个阶段，在狼队有这么大5000左右经济领先的情况之下，这个狂铁都不怎么掉血。说实话，开个苍穹直接往回反打，一个人卡4个，神魔系来了。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感觉快手还是得避战，打不过。杨戬冲过去把红抢了，但是自己撤出来被打状态。他有被动在，没错，吃控还能行，刷了一个大招。被动被打出来，因为无言的夏洛特要去下路发育，所以上路只能退了。没错，还是在4-1进行一个牵制。小雨现在已经有破晓了，下路大胆带，因为上半图漏的人很多，加上狼队这套阵容的弱点就在于抓边能力没那么强，他们的正面强度是高的，机动性不高，对，比较笨重这套阵容，除非他们换奔狼，去抓一波边路。但按照狼队他们前面比赛的一个风格，他们很有可能是拿完龙了以后，直接在正面突破你，我不管你那个4-1分带的1了，我就正面5-4强冲你一下。哎，
看一下，狂铁一个人，一个人，敖站这儿影也是很能忍，不招大招，有点打不动啊。现在狂铁站到这儿，先让敖影抽个3火龙魂再打，是的，都不怕。狼队在等线过来，控了3线。夏洛特还没进场，状态已经先被压低了。上路有线，中路也有线，3火打在狂铁身上有点不痛不痒，完全点不动这个狂铁啊！这个双前排加上一个少司源，哎，这个3火打到沈梦溪身上，效果还不错。但下路的暗影先锋砸起来就找夏洛特，逼状态。下路线过来，狂铁直接2闪1敲敲2个砸起来，什么线后面铺伤害，然后把这个线压进去，把这个高地给点掉。海月带到的是狂铁，但是外面抢地盘有点抢不过，感觉。夏侯惇状态不是很好，拿野怪去吸血了，再回来的话能赶得上。准备来接狂铁，狂铁这个位置比较能扛，自己是完全死不掉的。啊，没办法，夏侯惇又过来，沈梦溪又一颗雷炸了3个，残，全部残，全部炸残，3高要全部告破。再转上，杨戬过来，杨戬咬进去，被夏侯惇击飞了一下。他想借助一技能2段狗到那个近身仓的位置去打一炮，但只有2技能能打到仓。下路还有一波线，现在狼队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，要回头开龙了。主要还是在伤害量上，感觉快手这套阵容现在完全打不动，突破不了狼队的前排。这是全场经济2号位的狂铁啊！是的，敖影的经济都还没过万，这狂铁先过万了。所以你看到敖影的这个3火打上去，感觉就是被对面的前排吸收掉了一样。这个出装得先秒 C。狼队想打终结了，点了发起进攻，3线控过来。先去各自站住位置，婉婉先卡一个前点，1大段拍起来，拍出了杨戬的一手被动，然后侧面狂铁一砸，又是砸到2个，海月这边有点想拉人的一个意思，拉的是夏侯惇。是的，外面的线第一时间是已经被清掉了，这波得接一下夏侯惇。夏侯惇出来应该是个半血左右。没错，狂铁先过去，2技能一砸，盯住了对面夏洛特的一个环境，甚至婉婉出来以后，大招直接锁到敖影，打出了敖影的一手大招，敖影必须要往后飞了，但是看一下杨戬这边咬了进去，自己吃到这边上次云脚定身级被对面给秒掉了，下路还有线过来卡住对面3人以后，狂铁也分别去卡一个前点，就是为了送线进来去点塔的。无言想用命清线，有点清不掉，上路还有个炮这边点掉水，那么恭喜重庆狼队。S 组的第一场对决，以一个3比0的比分拿到了大场积分，现在也完成了大场5连胜。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狼队的5人首发上场之后，